在银行门前的小红车里，这个男的一边听着小曲儿，一边跟着打节奏。没过一会儿，3个蒙面劫匪冲出银行，钻进了车里，他立马地板油踩死，来了个华丽的720度漂移，直接起飞了。这个能把车开到如此潇洒的人叫杰克，人送外号极道车神，现在隶属于劫匪团伙的专车司机。面对警察扔出的钉子，他一个甩尾直接躲过，但后面的警车就没那么幸运了。这时对向车道有2辆小红车，引起了杰克的注意。只见他一个甩尾就干到了对面，追上前面的红车之后，3辆车齐头并进，进入隧道，躲过直升机的视野。然后杰克一个急加速超过左边的红车，又立刻把刹车踩死，硬是逼着后车跟他换了车道。就这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成功摆脱了追击的警察。回到总部，策划人就开始给他们分赃。原来这个策划人就是他们的老板，每次行动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，所有人都赚得盆满钵满，只有杰克拿的最少。因为10年前对汽车疯狂的杰克偷走1辆车，并且给销毁了，顺带一同销毁的还有车里价值不菲的货。于是他只能答应给老板做司机抵债。这次任务之后，老板答应他，只要干最后一票，他们之间的债务就彻底两清了。心情还不错的杰克来到一家餐厅，准备来盘盖饭犒劳一下自己，可没成想被餐厅新来的服务员小美给深深的迷住了。那俩人一见钟情，就像王八看绿豆，看对眼了。杰克顿时感觉自己要脱单了。回到家，那把他高兴的呀，立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养父。可还没等高兴一会儿，老板的电话就来了。他就是传说中的极道车神，现在隶属于劫匪团伙的专车司机。每次行动他都戴着耳机，轻松甩掉追击的警察。因为长得帅，所以都叫他杰克。这天他的老板正在部署新的行动方案，而杰克却在旁边听着小曲儿，那爪子还在桌子上弹起了钢琴。这时老黑看不下去了，就说他戴着耳机能听见吗？可没成想杰克把墨镜一摘，直接把整个计划复述了一遍。原来他小时候经历过一场生死车祸，成为了孤儿。庆幸的是他保住了小命，但耳朵里的不明声音却成为了他一生的阴影。只有戴上耳机才能去除杂音，听清别人说话。第二天4个人来到任务地点，伴随着音乐响起，头套3人组就开始行动了。车里的杰克则是跟着小曲儿嘚瑟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3个人就拎着几袋子马内收工了。此时的杰克看到地上无辜的尸体，目瞪口呆，然后一脚油门开始了亡命之路。却不料一个退伍老兵开车撞了过来，看他们要跑，老兵直接朝他们开枪。杰克也只能疯狂倒车，但是老兵依旧紧追不放。杰克直接把车开上墙了，凭借神级操作，他甩开老兵开上了公路。可不一会儿他又追了上来，那是穷追不舍呀，给他们叮咣一顿撞，甚至给他们撞进了卡车下面。就在这时，老黑举枪就要送他驾鹤西游，但杰克不想再有人受伤，方向盘打死，开出了护栏。而紧跟其后的老兵最终翻车，那车轱辘都甩飞了。回来之后，老黑因为刚才的事儿举枪警告杰克，干咱们这行你要是心慈手软，我们都得驾鹤西游。这次任务完事儿，老板也信守承诺，让杰克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他找了一份外卖员的工作，又能开车，又能让自己过上安稳的小日子。其实最主要的是，他能和女友翠花享受甜蜜的幸福生活。老话说得好，那幸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嗖的一下，老板又找到了杰克，还以翠花跟养父的生命威胁他，再继续干最后一次。虽然杰克很不情愿，但也无能为力。隔天，老板再次把大伙叫到一起，这次他们的目标是邮局的汇票。部署完路线之后，老板要求所有人在行动之前必须待在一块儿。但没成想，老黑却从杰克的车上发现了录音设备，那里面是这次行动的录音。杰克解释说，他喜欢把大家的对话录下来，完事儿回家制作成音乐。老黑这么精明的人哪能信呢？直接给他打晕了。杰克一觉醒来，他所有的录音带全被盗了出来，现在他只能硬着头皮放给大伙听了。谁当了真的套路玩得深？社会很单纯，感情哪有真呢？谁能在乎我呀？星星知我心内。听完之后，几个人都傻了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邮局门口，他们仨刚进去，一个女的走过来，车里的杰克示意他靠边，他的确是走了，但没一会儿就领来一个保安。这时，那3个劫匪从里面出来，老黑看见保安，直接一枪就给他崩飞了。他看见老黑又滥杀无辜，并且还十分的嚣张，他直接把油门踩死，对着前面的铁管咵嚓一下怼了上去。那老黑当场驾鹤西游，强子下来，愤怒的把杰克按在车上，刚要抬手揍他，警察就来了，他们只能慌忙逃跑。混战中，强子的媳妇被乱枪打的驾鹤西游，愤怒的强子开始跟警察火拼，杰克则趁机开车回家，拿出所有积蓄塞给了养父，完事儿就去找女友告别。可没成想，强子先他一步过来了，因为杰克他的媳妇被害死了，所以他现在要让杰克也感受一下这种难受的感觉。幸好这时一个胖警察进来，打断了他的举动，趁强子分神，杰克抬手就是一枪，随后拉着女朋友就跑了，在路上还抢了一个小混混的车。音乐响起，属于杰克的表演时间开始了。
回小美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做超跑漂移的感觉。他们俩找到老板寻求帮助，老板虽然人狠话不多，但对杰克还算不错，不仅给了他一笔钱，还主动提出要掩护他们走。但此时强子开着一辆警车也找了过来，他直接开车给老板撞飞了。杰克见状开车逃跑，强子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但他忘了在车技方面他根本不是杰克的对手。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杰克撞飞到楼下。就当你以为结束时，强子的手枪又顶在了他的脑门。原来汽车在坠楼的一瞬间他就下车了，他对着杰克的耳朵顺势来了2枪，剧烈的枪声让杰克倒地不起，脑瓜子嗡嗡的。这时小美抄起一个铁把子，咣当一下就给手枪打掉了。就在两人撕巴的时候，杰克捡起手枪，噗的一下，强子啊的一声向后退了几步，坠下高楼，葬身火海。而此时的杰克也睡着了，等他一觉醒来，已经在小美的副驾驶上。可两人高兴没一会儿，设卡的警察早已等候多时。杰克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下车束手就擒。在审判的时候，有了那些曾经被杰克善良举动救下的家人跟朋友们的极力辩护，他最终被判了25年的监狱生活。可由于表现的实在是太好了，才关了15天就获得了假释，从此也是跟小美过上了幸福生活。